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台湾就买得到的月配息债券 ETF， 殖利率比较以及排名推荐。如果你想要创造每个月都可以领息的投资组合，那其实你只要一个铜板的价钱就可以拥有咯。好，那月配息的债券 ETF 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那第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为你创造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而且月配息的债券 ETF 相对于月配息的股票型 ETF 来讲，月配息的债券 ETF 它给你配发的利息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股票型的 ETF 它都是投资公司的股票，那公司的股票它是怎么样去配发它的股息呢？那主要就是看这家公司它赚的钱，如果它有赚钱的话呢，它才会给你配发比较多的股息，但是如果它没有赚钱的话呢，它通常都不会给你配发股息。但是呢，如果你是投资债券 ETF 就不一样了，债券 ETF 它是持有债券，那债券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固定利息的，也就是说呢，债券配发给你的利息是非常的稳定的，几乎不会中断，除非这些债券呢，他们面临违约的风险，要不然呢，它给你配发的利息其实是非常有可见性的。只不过呢，债券 ETF 它当然也不是说它每一次配发的利息都非常的固定，因为它的成分债会改变，所以呢，它的配息的话呢，依旧还是会有一些波动，但是呢，它的波动性呢，相对于股票型的 ETF 来讲，就会小上非常的多。那投资月配息的债券 ETF 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分散风险。如果你很喜欢投资股票型的 ETF， 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在你的投资组合当中呢，配一些月配息的债券 ETF， 那它可以大幅的去减少你投资组合的一个波动性。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要避险，也就是要防止因为经济衰退，所以导致了你的投资组合呢有大幅的影响的话呢，那这时候呢，你应该要去买的是美国公债 ETF， 而不是一般的公司债券 ETF 哦。因为一般的公司债券 ETF 它跟一般的股票型的 ETF 其实它们的相关性是非常的大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的股市大幅的下跌的时候呢，公司债券 ETF 往往也会跟着一起下跌。因为公司债券其实就是一家公司它所配发的债券嘛，所以如果投资人认为这家公司它可能营运有问题的话呢，也会认为这家公司它可能会还不出债券的利息。所以呢，公司债券 ETF 跟股票型的 ETF 其实是非常有高度的相关。那如果你是想要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呢，投资组合会有避险的功能的话，那这时候呢，你应该要去买的是美国公债 ETF。因为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呢，市场上的投资人都会认为任何公司都可能会倒闭，任何公司的债券都可能会违约，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债券会违约。所以当经济衰退到来的时候呢，公司的股票、公司的债券都会下跌，但是呢，美国的公债的话呢，会逆势上涨哦。好，那第三个优点就是资本保值。那这个资本保值是相对于月配息的股票型 ETF。那为什么是资本保值呢？因为债券呢本质上就是一种债务工具，你基本上你把它持有到期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回你的本金。虽然债券 ETF 呢它并没有到期期限，因为它的成分债会一直改变，但是呢它相对于股票来讲的话呢，债券是更能保护投资人的资产。因为当一家公司如果真正它要倒闭的时候呢，它的一个清算的一个顺序啊，是会先偿还债券，再去偿还股票。所以呢，债券相对于股票来讲的话呢，它是更能保值的。所以呢，我们投资人呢，往往会把债券型的 ETF 认为是一种防守的工具。那如果你是要避险的工具呢，那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美国公债 ETF。那如果你是想要进攻型的工具的话呢，那就是股票型的 ETF 哦。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月配息债券 ETF 它的好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地方在我们投资的时候呢是需要注意的。那第一个就是月配息的债券 ETF， 它是稳定配息，但不是固定配息哦。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月配型的债券 ETF 呢，它的成分债会一直改变，所以呢，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利息。那我们可以看下面的这个例子，这一档 ETF 的话呢，是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00772B。那它的历年的配息呢，虽然是非常的稳定，但是呢，它并不是固定的哦。
那另外一档 ETF 呢，也是月配息的债券 ETF， 算是元老级的，它是中信优先金融债 ETF 00773B， 它也是非常的稳定，但是呢，它的利息一样也不是固定的哦。所以如果你想要领那种固定的利息，就是你的那种能见度，你的投资的能见度啊，非常的明确，就是我每年就是可以领多少钱，然后领多少年。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投资方式的话呢，你应该要的是直接去购买债券，而不是购买债券型的 ETF 哦。那至于要如何直接去购买债券呢？那我有做一期影片是教大家如何使用盈透证券来购买美国公债，只要$1000呢就可以开始去参与债券的直接投资咯。那我会将影片连结呢放在上面这边，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前去观看哦。好，那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虽然我们投资月配息的债券 ETF 每个月都可以领到钱，看起来非常的爽，但是呢，如果你每个月领到钱，但是它每个月都没有填息的话呢，那其实呢，它只是拿你的本金配息给你，你根本就没有赚到钱。所以我们在投资不管是股票型的 ETF 还是债券型的 ETF， 填息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手续费。月配息的债券 ETF 呢，它相对于年配息的债券 ETF 或者是季配息的债券 ETF 来讲，它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别啊，那就是它的配息次数啊，一年是高达12次嘛，要不然它为什么叫月配息的 ETF 呢？那如果这个档 ETF 它的保管银行跟你自己的收款银行是不一样的银行的话呢，你每一次领到利息的时候呢，都会被收取这个汇款的手续费。那一年的话呢，就会被收取12次。那如果呢，你每一次都是10块钱的手续费的话呢，一年就是120块咯。所以如果你喜欢投资月配息的债券 ETF 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注意这个交易的成本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台湾就买得到的月配息的债券 ETF， 它的殖利率比较以及排名推荐。那我们就来看这个表格，那上面的话呢是我们的股票的代号以及他们的基金的名称，然后他们的挂牌日期我也一样都把它放在下面这一边。那一看到这个挂牌日期，你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最早的月配息的债券 ETF 它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才挂牌上市的。那后面的这些 ETF 基本上都是在2023年到2024年挂牌上市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投信发现投资人非常喜欢月配息的 ETF， 所以呢他就发行了非常多的月配息的债券 ETF 来满足投资人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投资人就可以严格的去审查我们到底要使用哪些月配息的债券 ETF， 因为之前呢真的是非常的少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股价。那股价的话呢，基本上这些 ETF铜板价都可以买得到甚至呢你只要花1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股，你就可以有月月领息的投资组合。不过如果你真的只有花10块钱，或者是你只有花100块钱然后呢去买这些 ETF 的话呢，其实会非常的亏因为每一次的话呢，它的那个汇款手续费基本上都会把你的利息给吃光光哦。好，那我们来看净值规模。那净值规模最大的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家 ETF， 那它已经破了2000亿台币的一个净值规模，它是所有其他的 ETF 加起来基本上才跟它的一个净值规模一样大哦。那同时呢，它也是公司债券 ETF 当中呢唯一一档它的资产规模是破2000亿台币的哦。好，那第二名的则是 00772B 的中信高评级公司债 ETF， 它的一个净值规模是高达了1290亿台币。因为这档 ETF 呢，因为它创立是非常的久，它是最元老的一档月配息的债券 ETF， 所以呢它的净值规模比较高，其实不意外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净值规模的月增。那月增最多的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家 ETF， 它的净值规模月增是来到了115亿台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受益人数。那受益人数就是有购买这档 ETF 的投资人，他们的一个人数是多少？那最多的依旧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家 ETF， 它的受益人数非常的夸张是来到了321398人是其他的月配息债券 ETF 加起来都没有它多所以如果你要说月配型的债券 ETF 哪一档 ETF 最有知名度，那肯定就是 00937B 哦。好，那受益人数第二多的是国泰的10Y 加金融债 ETF 00933B， 那它的受益人数来到了131934人。那这一档 ETF 呢跟 00937B 一样，都是在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挂牌上市的。那挂牌至今的话呢，也还没有到
到1年的时间。但是呢，他们这2档 ETF 就是月配息债券 ETF 当中呢最夯的2档哦。而且这2档 ETF 它们的属性也不一样，一档是头等债，一档是金融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存续期间。那存续期间越长的话呢，就代表这些债券 ETF 他们对利率是更加的敏感。但是债券 ETF 它相对于美国公债 ETF 来讲，他们对利率的敏感性其实就没有这么的大了。因为呢，债券 ETF 呢，他们除了受到利率的影响之外呢，也会受到这些公司他们可能会不会违约的影响。就像是说，如果你降息的时候呢，但是呢经济衰退了，那这些公司债券呢，大家认为它可能还是会违约哦。这时候呢，就算是降息的这些公司债券 ETF， 它们也不会上涨哦。但是如果是美国公债 ETF 的话呢，在降息的时候呢，它们也会持续的上涨，甚至呢可能会涨更多，因为大家都把它当作避险工具哦。好，那存续期间基本上相差不大，都是在12到14之间。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收益平准金的一个机制。那收益平准金的机制的话呢，它是可以让我们的配息更加的稳定。那你可以发现到这些月配息的债券 ETF 全部都有收益平准金的机制，这样子的话呢，大家投资的时候呢，就不用去考虑说，哎呀，我希望我的配息比较稳定，所以我要收益平准金的机制，不用担心，全部都已经拥有了。好，下面的话呢，我们来看保管银行。好，那我们刚刚就有讲到，保管银行它是很关乎你的交易的成本，所以呢，如果你的保管银行可以跟你的收款银行一样的话呢，这样你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成本哦。好，那关于以上的这些表格的资讯以及内容，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如果你想要持续学习投资理财，而且觉得 Kevin 的内容不错的话呢，你可以订阅本频道，然后呢在下方免费的下载，不用填写任何的资料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想要每周都可以定期的拿到我的分析报告，像是联准会的一个动态以及降息的趋势，或者是美债券 ETF 的分析表格，你可以直接去订阅我的电子报。那只要我有更新，我都会用电子报第一时间寄给你哦。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家的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哦，它是新的啦。哦，这一档 ETF 它以前不是月配息的 ETF， 它改成月配息的。妈的，现在都乱搞啊！新的一档。